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支持老师的工作。那么每周二呢，中文的故事很多同学都非常喜欢。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很有意思的一则故事哦。好多同学都来了，欢迎 Alexander、Hardwin、秀、志忠还有艾云。好，大家晚上好哦。好，那么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叫做禅师与蝎子。禅师与蝎子。好，欢迎蓝墨跟春娇哦。好，禅师，如果你是信佛教的朋友，你就知道禅师是什么。他是 monk， 但是他是 master 等级的 monk 就是他可能当了和尚很久了，他德高望重，他就会变成禅师禅师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比较资深的比较有德性的德高望重好，欢迎秀珍还有 Mandarin， 欢迎。蝎子大家都知道蝎子对不对？好，蝎子呢，它有一个尾巴，尾巴上面有倒钩，那个钩是有毒的然后有的人很怕蝎子，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星座，对不对？叫做这个天蝎座 Scorpion， 有一种星座，你们知道星座吗？我们有12个星座，对不对？天蝎座好像是11月出生的朋友，就是天蝎座的。你是天蝎座的吗？理查老师不是天蝎座，我是天秤座。每个人的星座可能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好，那么禅师与蝎子，这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怎么会凑在一起呢？我们来看看好，那么有一天，一位禅师在河边散步，他看见一只蝎子掉进河里。好 ，OK， 这位禅师跟理查老师一样，每天都会散步但是呢，我是在公园散步，这位禅师呢是在河边散步。那么他看到了一只蝎子掉进了河里，蝎子肯定是不会游泳的，对不对？所以蝎子如果掉进河里，你不去救它的话，它会死掉，它会淹死，对不对好，很好，不相干的或我们说不相关的，两个不相关的not unrelated。禅师跟蝎子两个是不相关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不相关的不相关的。荷香也是每天散步Hello 白兰，还有 Olena、 雅玲、秀芝、裴静，好多同学，宋平，欢迎好 OK。 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你们觉得禅师会救蝎子吗？肯定会，对不对？因为禅师一定是慈悲为怀，他是很善良的，他一定会去帮忙需要帮忙的人，对不对？好，我们往下看蝎子拼命挣扎，好，这个应该念扎。好，蝎子拼命挣扎，这应该念挣扎。好的，这个是个多音字请你们要把它记起来，拼命挣扎 struggle OK。 好，快要淹死了，禅师心生怜悯，打算伸手把蝎子救起。好，你可以加个来救起或救起来都可以OK。 好，把它救起或把它救起来都可以好，那么我再念一遍这一段比较难。蝎子拼命挣扎，好，拼命就是你很努力的用了你的生命的感觉，你用全身的力气叫拼命。拼命挣扎 struggle， 快要淹死了，
好，如果像我们人不会游泳的人，如果你掉到河里掉到水里，你也会淹死，对不对啊？禅师心生怜悯，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心生就是产生 produce， OK， 心生怜悯。如果你怜悯一个人，那你会觉得他很可怜，你会想要帮助他或想要安慰他。怜悯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或这个动物很可怜，你会有怜悯心啊。我们中文常常说怜悯心，就是 you feel pity， OK， 所以你会觉得他需要帮忙，他很可怜哦。好，打算伸手，好，伸手把蝎子救起来 ，OK， 好，那心生怜悯。如果你看到街上有乞丐，你觉得他很可怜，你也会心生怜悯，你可能会给他一些钱，对不对？哦，对，禅师可怜蝎子，对，好，禅师刚伸出手，刚就是刚刚，就是很快的时间啊，刚这个时间刚发生，这个事情刚发生啊，刚伸出手，蝎子立刻蛰了他的手指，疼的他急忙缩回手指。好，这里有很多动作哦，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把它记起来。禅师刚伸出手，蝎子立刻就是马上，很短的时间 right away immediately 立刻，你也可以用马上。蛰，好，通常呢蛰的意思就是像蜈蚣或者是像这个蜘蛛或者是像蝎子，它叮了你一下，这个叫蛰，就是有那个刺的动物或昆虫，它弄伤你了，这个动作叫蛰。好，蛰了他的手指，疼得他急忙缩回。好，缩回就是那个手很痛，所以你会把手缩回来缩回手指蜈蚣是什么呀？ centipede， 我不晓得怎么念的英文好像叫 centipede， 是不是？蜈蚣就是我们中文也叫它百足虫，就是它有很多个脚，对不对？很多脚，蜈蚣就长长的，有很多脚的，爬得很快，很可怕的东西好 ，OK， 那疼的他急忙缩回手指好 ，OK， 那禅师就被蝎子蛰伤了。那如果你被像秀秀说叮一般的话呢是蚊子会叮我们蚊子好，那这个禅师呢把手指缩回，那他一定很痛，对不对好 ，OK， 禅师没有放弃，他深呼吸，再一次把手指伸进水里，想救那只蝎子。哇，禅师真的是个很善良的人他没有放弃，他还是想把蝎子救起来。他深呼吸，好 ，take a deep breath， 深呼吸。为什么禅师要深呼吸？因为他刚刚被蝎子弄伤了，被蝎子蛰了，那很可怕，对不对？被蝎子蛰到了，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再一次做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让自己有勇气，我们会深呼吸。然后再去做，所以通常你要做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或者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先深呼吸，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好，蜜蜂也用蛰的，蜜蜂蛰，对，蜜蜂也用蛰的蓝墨，蜜蜂蛰了我，可以的，蜜蜂是用蛰的。那如果你因为蜜蜂或蝎子蛰到你而受伤，我们中文可以说蛰伤。蛰那个字加上伤，蛰伤好，秀秀好聪明秀秀说不会用树枝救蝎子吗？禅师好笨怎么用手？你可以去拿树枝啊。秀秀你好聪明我怎么没想到？对
啊。但是蝎子可能不会聪明到去爬那个树枝嘛，对不对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想到蝎子再一次狠狠蛰了它，禅师的手指流血，但他仍然咬牙忍耐。好，那没想到就是 unexpectedly 没有料想到的意思啊，没想到蝎子再一次，好，你们可以把这个表达学起来 once again 再一次，蝎子再一次狠狠就是很用力，狠狠的 hard do something hard OK 狠狠的蛰了它，第二次了，第二次又蛰了一次禅师的手指，禅师的手指流血了，你看哇流了好多血，但禅师仍然 still 仍然 OK 很重要的词汇哦 still 咬牙忍耐就是 endure， 如果你遇到很痛的状况啊不行我要忍耐，你要忍痛，那有时候真的很痛很痛，你会咬着牙我要忍很痛，但是我要忍耐很忍耐，所以是咬牙忍耐，表示啊禅师真的很痛，你被蝎子蛰伤的话一定很痛，所以他要咬牙忍耐啊，咬牙忍耐。好Bryce 来了 Hello Bryce， 所以你看禅师已经第二次被蝎子蛰到了，而且他的手指头都流血了，但是禅师感觉他不想放弃，对不对？他咬牙，当你觉得很痛的时候，你会不会咬着牙齿然后你再忍耐，所以这个中文有一个词汇有个表达叫做咬牙忍耐咬牙忍耐。好 OK 仍然请你记得still 好 OK 哇我觉得这个蝎子其实可以不用去这个禅师应该不用去救蝎子了，因为每一次禅师去救蝎子，蝎子都会蛰他呀，对不对？因为蝎子不晓得你要帮助他还是要伤害他，所以他每一次出于本能，好，谁帮我打一下出于本能，蝎子出于本能的会去蛰靠近他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的本能，他的 instinct 他的本能好 OK 对，出于本能非常好。好的，旁边有人看见了，忍不住说，这只蝎子老是蛰人，你为什么还要救它？好，旁边有一些路人看见了这个情况，忍不住 can't help 忍不住说，这只蝎子老是，好，老是就是总是的意思，不过通常放在抱怨或不满或不开心的负面情况，所以老是的意思就是 always， 但是是 negative negative term， 老是后面会接一些抱怨不开心的一个状况这只蝎子老是蛰人，你为什么还要救它 OK 好 Hello 慧君，对啊我也有这个疑问，为什么禅师为什么你要救蝎子呢？他已经蛰了你2次了，你看你的手指头都流血了，你为什么还要救他呢 OK 好，禅师笑着回答，蛰人是蝎子的天性，但善良是我的天性。好的好，禅师说了什么有哲理的话呢？他说蛰人是蝎子的本能，天性就是它的本能，它的 instinct， 它的 nature 天性好，那天性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汇与生俱来就是它本来它一出生就有的与生俱来，与生俱来，天性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也就是他一出生就有的一个能力，就有的一个 personality， 一个个性所以蛰人是蝎子的天性但是善良是我的天性
所以我要救人，我要救蝎子，是因为我很善良，我很善良啊。好，禅师继续说，我不能因为蝎子蛰人的天性，就放弃我自己良善的天性。好，所以禅师的意思是说，蝎子的天性可能是不好的，但是我不能因为它是不好的，我就放弃了我是很善良的人这样的天性。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很善良，我会保持下去，我不会因为别人不好而我也要变成不好的人，我还是一个好人啊，我不会因为你不好我也要变成坏人。禅师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老师不是善良吗？怎么你写良善呢？好，在书面语当中你可以说良善，这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它的意思跟善良是一样的，所以它并没有写错哦。善良跟良善都可以用，良善通常用在比较故事体书面语的时候哦。好，所以禅师的意思你们懂吗？蝎子蛰人的天性可能是不好的，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人或这个动物不好，所以我就放弃了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样的天性。所以我不会因为你是坏人，所以我也要变成坏人，我还是要继续的帮助你。所以你们懂禅师的意思吗？你们可以了解禅师是怎么想的吗？好，那么希望你们可以了解禅师的这句话好，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蝎子这样的人，他其实做坏事，他是个坏人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因为他是坏人，我也要变成坏人，我也要看到人我不去帮助，我要继续当善良的人对，所以禅师是有慈悲心的好，大家都懂禅师的意思，我们往下看。禅师再次，好，刚刚我们学到的是再一次，现在你看到的再次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中文常常偷懒，我们中文很喜欢偷懒。再一次，哇，3个字好长哦，再次也可以再次跟再一次是一样的。好，禅师再次 once again 伸手，这次蝎子竟然没有蛰他，而是安静的待在他的手掌上。蝎子好像懂了，了解了禅师是个善良的人，想要帮助他，所以呢，这一次他乖乖的安静的待在禅师的手掌上。 OK， 好的，哇，所以只要你善良，你愿意一次再一次的帮助别人，我相信那个人也会接受你的善意，对不对？你像蝎子接受了禅师的善意对，很多语言也会偷懒啦，不只是中文好的，看一下禅师小心的把蝎子放到岸边，蝎子摇了摇它的毒尾。好，我们都知道蝎子有一个尾巴，上面有倒钩，上面有毒，所以我们可以叫它毒尾毒尾好 OK， 慢慢离开了。好，蝎子呢，它到了岸上之后，它摇了摇它的毒尾，慢慢离开了。好 OK， 好，都看得懂可以了解，但我觉得怎么当良善的人也不需要像他那样因为他是禅师吧这个是佛法，佛法总是要求我们要慈悲为怀要去帮助别人，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善良是一种选择，即使面对恶意，也要保持善意和希望。好，那这个故事呢，它的寓意就是说，善良是一种选择。你想要善良，你随时都可以做好事情，选择，它是一个 option 即使 even though， 即使面对
恶意。好，恶意就是不好的，别人的敌意，不好的对待你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可以保持我们的善意 goodwill 善意和希望。好，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对人性失望啊！世界上的好人还是很多的，就算他是坏人，只要你对他好，只要你诚实的对待他，说不定他也会接纳你，他也会接受你啊！好，所以不管这世界怎么改变，你愿意当一个好人，你随时都可以是一个好人。我们中文常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随时想要变好人，你就是一个好人。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只要你愿意善良，你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好 ，OK，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好，那么我们故事结束了，我们来看看3个问题。问题1，禅师在哪里看见蝎子？好，这题非常简单，对不对？禅师在哪里看见蝎子？在山上，在树上，在家里，还是在哪里？车上？答对了，在河边。禅师呢，常常在河边散步。有一天，他在河边看见了蝎子，他看到蝎子掉进河里了啊！好，在河边，答对了。好，问题2，蝎子做了什么？好，蝎子做了什么充满恶意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是蝎子的本能，对不对？这个是出于本能，它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事情是它的天性，它的 nature， 它的天性。答对了，蝎子那个字是什么字？遮，很好，遮了谁？禅师的手指。蝎子遮了禅师的手指，答对了。好，你还可以说蝎子遮了禅师的手指2次，因为蝎子做了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蝎子遮了禅师2次啊。好 ，2 times， 对不对 ？Twice， 好2次啊。好，好，答对了。蝎子遮了禅师的手指2次 ，good。好，佩霞答对了，很好。好，我们来看问题3，你认同禅师的做法吗？如果你是禅师，你会怎么做？这一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可以告诉理查老师你的想法。你认同 agree， do you agree with the master, monk master？ 你认同禅师的做法吗？你觉得禅师做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你是禅师，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走过去不理蝎子，或者是第一次你被蝎子遮住之后，你就不再救它了，或者你跟禅师一样，你会不管蝎子怎么对你，你都会救它。你会怎么做呢？好，有人认同，老师，我认同禅师的做法，我觉得他很有慈悲心，他很有怜悯心，很好，禅师有慈悲心、怜悯心，我认同他的做法。Hello， 水仙，欢迎。有没有人不认同的？你觉得禅师太傻了，干嘛要这样呢？你明明知道蝎子会蛰你，你还救他，说不定蝎子有毒，你要是中毒了怎么办呢？好，秀珍说，我认同，但是我不会救他，因为我怕蝎子会蛰我。秀珍很诚实，很好的回答。佩霞说，我认同禅师这样做，我也会这样做，我会做跟禅师一样的事情。OK， 我会跟禅师做一样的事情。Hardwin 很可爱，他说我会救蝎子，但是我会用树枝，我不会用我的手。
我不会用我的手指去救它，我会拿一根树枝去救它哑铃不会救蝎子，荷香会救蝎子但是他也会拿树枝。你们都好聪明认同，但是Charles 说禅师是不是中毒死了？因为被蛰了2次，蝎子有毒说不定禅师已经中毒死了好，林子不认同林子会眼睛一闭就离开那个地方，假装没看到，对不对？林子会假装没看到。好，白兰认同禅师的做法。秀秀说用树枝不是树根是树枝树枝，用其他的东西救也好但是不要用手嘛秀秀很聪明。禅师有一点笨禅师你用树枝嘛，不然你用别的东西嘛你就不要用你的手嘛好 Mandarin 会尝试救蝎子不过我也会对自己善良，所以我会用一种不会伤害自己的方法。好志忠说如果我是禅师，我会摘一片树叶放到河里，让蝎子自己爬上树叶很好的一个做法好，裴静说我认同禅师的想法，但我会找一些东西来救他，不会直接用我的手指去救他。你们都比禅师聪明禅师好笨蓝墨说我认同禅师的做法，但是我如果被蝎子蛰了第2次，我就会放弃救蝎子。很好。秀珍说我最怕蝎子了，我不会救它好，你们的回答都非常的好好，我也觉得禅师有点笨，你可以去找树叶或树枝或其他的东西来救它，不一定要用手去救它嘛，对不对用一个工具，对不对好好艾云说我不认同禅师的做法，因为我不想让蝎子蛰我，蝎子有毒尾，我一个人在那里，我不想冤枉的死去说不定我会中毒而死，对不对？好，很棒的回答好，那么我们的故事结束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你都可以在直播课之后留言给我，让我看看你认同禅师的做法吗？我也会回答你，我会在留言的时候回答你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每个词汇我会念3遍，请你找出相对应的图片或照片。蝎子Bryce 你卡好久，我现在才看到你的信息Bryce 卡了好久。好，蝎子淹死。好，各位同学，淹死这个词汇我想要教你们的是，如果这个人已经 drowned， 那我们说他淹死了，我们加个了，表示他 drowned， the person was drowned， 淹死了，已经死掉了 OK， 淹死了。如果这个人是 the person is drowning not yet OK， drowning 我们说快淹死了 OK， 所以你要表达正确他快淹死了 He is drowning not dead OK， 那如果他已经死了，他淹死了，我们会加个了，他淹死了。好，再来蛰可以用在蜜蜂上面，也可以用在蝎子上面蛰。好，深呼吸，选择，手掌，碰手掌，这个叫手指，这个叫手掌，这个叫手腕，这个叫手臂 OK， 都听懂了。这个叫指甲 nail， 指甲，手指，手掌，手腕，手臂 OK。 好OK， 我看一下，蓝墨说禅师没有那么聪明好，秀芝说我会假装没看到他，因为我怕蝎子的尾巴有毒。好，白兰说对我来说禅师不笨，禅师的做法告诉我们，遇到了不可思议的状况可以勇敢的做，就是帮助蝎子
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了，希望你们学到很多有用的词汇。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请你留言告诉我，老师我好喜欢听你说故事哦，那么我会感到很开心，下一次我会讲更精彩的故事。我们星期四见，拜拜。